你以为周星驰只会让你笑？他64岁未婚，初恋罗慧娟至死没等到一句道歉，吴孟达临终前也没再见他一面，王晶骂他眼里只有钱，如今砸3.8亿，零预告及限定档功夫女足，这不是王者归来，是一个孤独天才的临终忏悔。那个教你做人要有梦想的人，自己才是那条最咸的鱼。7月11日，看他如何用电影还40年的债。第一部分，功夫女足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片《功夫女足》已经正式定档2026年7月11日全国上映，片长106分钟。这是继2001年少林足球之后，时隔整整25年，星爷再度回归功夫加足球题材。这部电影也被定位为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消息一出，整个华语影坛都震动了。要知道，从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周星驰已经整整7年没有推出过院线长片。这7年里，关于他退休的传闻从未间断，关于他江郎才尽的质疑也此起彼伏。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可能真的不会再碰电影的时候，他突然带着这部《功夫女足》杀了回来，而且是以一种极其冒险、极其自信的方式。先说说投资规模，这部电影总投资高达3.8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在华语喜剧片里已经算是顶级配置了。但更让人惊讶的是，其中光是 CGI 特效就砸了9亿，制作了超过1200组特效镜头。片中还原创设计了27套功夫足球招式，像什么北斗七星香蕉球、太极扑救、轻功盘带、铁头功射门等等，每一招都融合了中国传统武术和现代足球战术。周星驰这次是要把功夫和足球的结合做到极致，不是简单的搞笑，而是要让观众真的相信，一群会功夫的女孩踢足球可以踢出前所未有的视觉奇观。再看主演阵容，张小斐饰演队长双双，这是他继你好、李焕英之后又一次挑战大荧幕女主角，但这次的难度完全不同。迪丽热巴饰演前锋玉龙，这个角色需要大量的动作戏和足球镜头，对体能要求极高。张艺兴饰演功夫教练徐峰，负责把武术和足球串联起来。特别出演还有刘嘉玲，她在片中的角色目前保密，但据说是关键性的精神领袖人物。日本演员佐藤健也加盟了，这是周星驰电影首次大规模启用日本一线演员。更值得一提的是，前女足国门赵丽娜和国脚李佳悦本色参演，还担任了技术指导，专业度拉满。这意味着片中的足球场面不是随便摆摆样子，而是真的有职业运动员把关。这次定档堪称极限操作，7月6号才正式官宣，距离上映只有5天，几乎是零预告、零片花、零路演就直接上了。这种打法在现在的电影市场几乎是自杀式的，但周星驰敢这么干，说明他对片子有绝对的信心。市场反应也证明了他的号召力，预售开启9小时就破了1000万，截至7月9号，预售已经突破4000万。很多观众是看到定档消息就直接买票，根本不需要看预告片，这就是星爷2个字在华语电影市场的含金量。幕后投入也相当惊人，张小斐为了这个角色剪去了留了5年的长发，闭关特训半年，每天进行6小时以上的体能和武术训练，体脂率从 24% 降到了 16%， 还增重了15斤，就是为了在荧幕上呈现一个既有力量感又有女性魅力的足球队长形象。迪丽热巴更是提前3个月进组，学习足球基本功和武术套路，片中大量的射门和扑救镜头都是他亲自完成的。周星驰本人对细节的要求到了变态的程度，他手写300页分镜图，对 CGI 画面的要求精细到连草叶的震颤都要逼真。有一场戏是女主角在雨中用轻功带球突破，周星驰为了这场戏调整了整整2个月，就为了找到那种既飘逸又真实的力量感。最后说一下，周星驰本人不会参演这部电影，他只担任导演、编剧和总制片人，选择退居幕后就是为了不抢女足故事的风头。这个决定其实很有深意，因为他知道只要他在荧幕上出现，观众的注意力就会全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而这一次，他想让故事本身成为主角，让这群功夫女足成为焦点。从少林足球到功夫女足，25年过去了，周星驰从那个在球场上飞檐走壁的武师兄，变成了坐在监视器后面掌控一切的导演。但那份对功夫和足球的热爱，对电影极致的追求，从来没有变过。第二部分，生平履历。1962年6月22日，周星驰出生在香港九龙贫民区，祖籍浙江宁波，他妈妈林宝儿是广东宝安人。他的名字取自《滕王阁序》里的一句雄州雾列，俊采星驰，意思是希望儿子成为才俊。这个出自古典文学的名字，
再后来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是林保儿当年绝对想不到的。7岁那年，父母离异，他跟着妈妈和姐姐周文姬、妹妹周星霞在贫困中长大。九龙贫民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10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一家人挤在10几平米的小房间里。但正是这种底层生活，给了周星驰最宝贵的创作素材。他后来电影里的那些小人物，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却不放弃梦想的角色，都带着他童年生活的影子。中学读的是圣马力奥英文书院，成绩偏科，但画画不错。这个画画的天赋后来在他的电影里也有体现，他经常会亲自画分镜图，而且画得极其细致。1980年，周星驰成为丽的电视台特约演员，正式进入演艺圈。但进入演艺圈和能在演艺圈站稳脚跟完全是两回事。1982年，他报考 TVB 第11期艺员训练班，结果落选了。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很大，因为他从小就想当演员，想当李小龙那样的功夫明星。后来经好友戚美珍介绍，他进了夜间班，算是曲线救国。同期好友梁朝伟一举高中，直接进了正式班，毕业后立刻受到力捧，而他却只能跑龙套。1983年结业后，他被派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一主持就是近5年。这5年对一个有演员梦的年轻人来说几乎是煎熬。他每天在镜头前扮小丑，做鬼脸，逗小朋友开心，但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这期间他还在83版《射雕英雄传》里演过一个宋兵乙，出场几秒钟就被打死。他曾跟导演建议说，我伸长挡一下再死吧，结果被导演呵斥，快点拍戏，不要话那么多。这个细节他记了一辈子，后来在很多场合都讲过，那种不被尊重、不被看见的感觉，成了他后来拼命要证明自己的动力。直到1988年，他在舞厅偶遇万能电影公司老板李修贤，获邀出演《霹雳先锋》里的浪荡小弟。李修贤后来回忆说，第一眼看到周星驰就觉得这个人眼神里有东西，和其他龙套演员不一样。凭这部片子，周星驰拿下第25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命运从此逆转。这个奖让他从无人问津的龙套变成了有人愿意给机会的新人。但真正的爆发还要等到1990年。1990年，赌圣以4132万港元首破香港票房纪录，开创了无厘头喜剧风格。什么是无厘头？就是没有逻辑，没有道理，但又让人笑得前仰后合。这种风格在当时的香港影坛是前所未有的。他打破了传统喜剧的叙事规则，用最荒诞的方式讲述最底层的故事。他的昵称也从星仔变成了星爷，这个称呼不是他自己要的，是观众和媒体叫出来的，说明他已经从新人变成了巨星。1991年，逃学威龙再破票房纪录，他和成龙、周润发并称双周一成，成为香港票房最有保障的3张面孔。1992年，周星驰主演了7部电影，其中5部进入香港票房前5，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香港影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统治力，一个人霸占了绝大部分票房份额。他还凭审死官拿下亚太电影节最佳男主角，证明他的表演不只是搞笑，还有深度。1994年，他首部自编自导自演的国产007上映，正式开启全面掌控电影创作的时代。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只是演员周星驰，而是创作者周星驰。1995年，大话西游系列奠定了他在华语影坛的地位，虽然当年票房失利，但后来成为文化现象。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的爱情观。1999年，喜剧之王拿下香港年度票房冠军，我是一个演员成了经典台词。这句话既是角色的自白，也是周星驰本人的心声。2002年，他凭少林足球拿下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导演，成为首位包揽这2项大奖的影人。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因为金像奖的评委向来对喜剧演员有偏见，认为喜剧不需要演技，但周星驰用实力证明，喜剧演到极致就是艺术。2003年，他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被评为亚洲英雄，这是国际主流媒体对他影响力的认可。2005年，凭功夫拿下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全球票房破1亿美元。2008年，长江7号之后，他再也没有主演过电影，彻底转向幕后。这个转变让很多影迷感到遗憾，但对他来说，可能是创作生涯的必然。2013年，《西游降魔篇》以18亿美元打破华语片全球票房纪录。2016年，《美人鱼》成为当时华语影史票房冠军。2019年，《新喜剧之王》上映，
口碑票房双双失利。此后7年没有再执导院线长片，直到现在的功夫女足，从龙套到巨星，从演员到导演，从被呵斥不要画那么多的宋冰乙，到一言九鼎的星爷，这条路周星驰走了将近40年。这40年的每一步都踩在华语电影史的节点上。第3部分，作品年表。接下来是第3部分，周星驰的作品年表，从演员到导演的双轨并行。先说演员身份的重要作品。1988年，他出演了《霹雳先锋》和《最佳女婿》，凭《霹雳先锋》拿下金马奖最佳男配角。这个奖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重要认可，让他从儿童节目主持人变成了真正的电影演员。1990年，赌圣、赌侠和一本漫画闯天涯3部上映，正式确立了无厘头风格，也破了票房纪录。赌圣里，他饰演的左颂星从一个街头小混混变成赌坛高手，这个人物设定几乎成了他后来很多角色的模板，小人物逆袭，荒诞中见真情。1991年，逃学威龙和整蛊专家上映，再次打破票房纪录。逃学威龙里的周星星，一个卧底警察混进校园，这个设定把动作、喜剧、校园元素完美融合，开创了香港校园喜剧的先河。整蛊专家则把无厘头风格推到了极致，整蛊手段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1992年，审死官、家有喜事、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接连上映，这一年被称为周星驰年。审死官里他饰演一个古代律师，凭3寸不烂之舌为民请命，这部电影让他拿下亚太电影节最佳男主角，证明他的表演功力。鹿鼎记里的韦小宝被认为是最贴近原著的版本，金庸本人都称赞说周星驰演出了韦小宝的精髓。武状元苏乞儿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内核喜剧，从富家公子到乞丐再到武林高手，人物弧光极其完整。1993年，唐伯虎点秋香和济公上映，这是他连续第4次拿下年度票房冠军。唐伯虎点秋香至今仍是华语喜剧片的标杆之作，无数经典桥段被反复模仿。1994年，国产007破坏之王、九品芝麻官上映，从这一年开始，他正式主导电影创作。国产007是他的导演处女作，虽然挂名导演还有李力持，但创作主导权已经完全在他手里。九品芝麻官里的包龙星从一个贪官变成清官，那句贪官要奸，清官更要奸成了经典台词。1995年，大话西游上下2部，回魂夜、百变星君上映。大话西游确立了华语影坛的文化符号地位，虽然当年票房失利，但后来通过网络传播，成为一代人的圣经。至尊宝戴上紧箍咒的那一刻，不知道让多少观众泪流满面。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这段台词被无数人背诵、改编、引用。1996年，食神和大内密探零零发上映，这2部都是他自己导自己演。食神把美食和功夫结合，史蒂芬周从巅峰跌到谷底再重回巅峰的故事，几乎就是周星驰本人的隐喻。大内密探零零发则是一部充满想象力的古装科幻喜剧，奥斯卡颁奖礼的桥段至今让人捧腹。1999年，喜剧之王和千王之王2000上映，这是他最后一次和吴孟达深度合作。喜剧之王里的尹天仇，一个跑龙套的死跑龙套，却始终坚持我是一个演员的信念。这部电影被认为是周星驰的自传体作品。2001年，少林足球上映，他凭这部片子同时拿下金像奖影帝和最佳导演，这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同时获得这2个最高荣誉。2004年，功夫上映，这是他最后一次担任主演。片中的阿星从一个街头小混混变成武林高手，最终用如来神掌击败火云邪神，这个人物完成了周星驰银幕形象的终极升华。2008年，长江7号上映，这是他最后一次出演电影。片中的周铁是一个农民工父亲，这个角色的朴实和之前的无厘头形象完全不同，说明周星驰在尝试突破自己的表演边界。再说导演作品，1994年，国产007是他的导演处女作，虽然青涩，但已经能看出他对电影语言的独特理解。1996年，大内密探零零发和食神上映，导演风格趋于成熟，对节奏和笑点的掌控已经炉火纯青。1999年，喜剧之王拿下年度票房冠军，这部电影的叙事结构和情感深度，标志着周星驰从喜剧导演向作者导演的转型。2001年，少林足球拿下金像奖大满贯，这部电影把特效、功夫、喜剧、励志完美融合，是周星驰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2004年，功夫成为全球文化现象，斧头帮、猪龙城寨、包租婆、
火云邪神，这些角色和场景已经成为全球影迷的共同记忆。2008年，长江七号是他对科幻喜剧的一次尝试，虽然口碑不如前几部，但那份想要突破的野心值得尊重。2013年，西游降魔篇以18亿美元打破华语片全球票房纪录。这部电影风格暗黑，颠覆了传统西游记的叙事，评价2极分化，但票房惊人。2016年，美人鱼成为当时华语影史票房冠军，环保主题和无厘头喜剧的结合，让这部电影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2019年，新喜剧之王上映，口碑票房双双失利。这部电影被认为是对喜剧之王的重复，缺乏创新。2026年，功夫女足即将上映，能否重现辉煌，所有人都在等待。从演员到导演，从被导演指挥到指挥所有人，周星驰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华语电影史上最成功的身份转型之一。第4部分，感情史。周星驰至今未婚，公认有过4段感情，分别是罗慧娟、朱茵、莫文蔚和于文凤。导演王晶曾经坦言，周星驰对罗慧娟肯定是爱得很深。曾经，这句话里的曾经2个字，道尽了这段感情的无常和遗憾。第一段，罗慧娟，1988年到1992年，初恋也是一生的遗憾。两人因为拍盖世豪侠相恋，地下情维持了3年。罗慧娟是周星驰的荧屏初吻对象，也是他最用心追求的人。他曾经开出租车接送她，还偷渡到美国买最贵的礼物送给她。那时候周星驰还没有大红，但已经展现出了对感情的认真。1990年，周星驰曾经向刘镇伟透露说，我想结婚，但被劝先立业。刘镇伟后来回忆说，当时周星驰很认真，眼神里都是对未来的憧憬，但事业刚起步，结婚确实不现实。后来罗慧娟多次提出结婚，周星驰却以神经病回应，这3个字成了他一生的痛。当时的他可能觉得事业更重要，可能觉得还没准备好，可能觉得罗慧娟不够理解他的野心，但无论如何，这3个字伤透了一个女孩的心，也断送了一段可能改变她一生的感情。后续的悲剧是，罗慧娟后来潜水意外导致左耳失聪，又遭好友骗走巨额财产，人生跌入谷底。2012年，她因为胰脏癌去世，年仅46岁。周星驰没有出席葬礼，只送了一个花圈，上面写着留罗慧娟夫人安息。但此后他的电影里不断出现罗慧娟的影子，比如功夫里女主角是聋哑人，对应罗慧娟失聪。西游降魔篇，李舒淇饰演的段小姐重现了当年求婚的场景，台词神经病被原样还原，片中的一句10000年太久，爱我就现在也被视为他迟来的告白。更有意思的是，西游降魔篇的男主角叫陈玄奘，而罗慧娟生前笃信佛教，法号正是妙音。这些细节不是巧合，是周星驰在用电影进行一种迟到的忏悔，他把自己的遗憾、愧疚、思念全部藏在了电影里，让全世界观众一起见证他的深情和悔恨。第2段，朱茵，1992年到1995年，两人因为逃学威龙2相识相恋，维持了大约3年。朱茵曾经公开维护周星驰，说他工作非常认真，平易近人，但周星驰始终没公开承认过恋情，面对媒体追问只说从未开始，何来分手。这种态度对朱茵来说无疑是伤害。传闻分手的导火索是《大话西游》拍摄期间，朱茵发现周星驰和莫文蔚关系暧昧，具体发生了什么外界不得而知，但朱茵后来在采访中说，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这段感情的阴影。《大话西游》李紫霞仙子说，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这句话仿佛是朱茵和周星驰感情的真实写照。戏里至尊宝错过了紫霞，戏外周星驰错过了朱茵。朱茵后来嫁给了黄贯中，婚姻很幸福。她曾在节目里说，黄贯中让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而周星驰依然在孤独中前行。第3段，莫文蔚，1995年到1998年，两人合作《大话西游》、回魂夜、食神期间相恋。莫文蔚是周星驰历任女友中唯一一个在他被人炮轰时公开力挺他的前女友。2001年，向太陈岚带头炮轰周星驰，香港娱乐圈几乎一边倒地站队批评他，连很多曾经合作过的演员都出来指责他。但莫文蔚在接受采访时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眼中的周星驰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认真的人，我很珍惜曾经和他合作的机会。这种在风口浪尖上的力挺，说明莫文蔚对周星驰有着超越普通感情的尊重和理解。两人因为性格不合分手，莫文蔚个性强烈，周星驰大男子主义，磨合失败，但分手后两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莫文蔚后来还演唱了《美人鱼》的主题曲。莫文蔚后来在歌坛大放异彩，婚姻也很美满，她找到了一个既能欣赏她才华又能包容她个性的伴侣。第四段，于文凤1998年到2010年，一段13年的孽缘，最后对簿公堂。于文凤是香港房地产大佬于劲波的女儿，最初是周星驰的粉丝，后来成为他的商业搭档。他帮周星驰打理信汇公司，在房地产投资上给了他很多专业建议，让周星驰的财富暴涨。据说周星驰名下的多处豪宅都是于文凤帮忙运作的。两人相恋13年，于文凤多次提出结婚都没结果。2010年分手后不久，他就和银行太子爷廖瑶成交往了。周星驰竟然是从报纸上才知道自己被甩了，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说明在这段感情中，周星驰的注意力完全不在对方身上，他把于文凤当成了合作伙伴，而不是爱人。此后，于文凤追讨8000万佣金，双方对簿公堂。于文凤声称周星驰口头承诺给他10%的投资佣金，但周星驰否认，说那只是恋爱期间的情话，不能算数。这个案子拖了很多年，2020年周星驰胜诉，但赢了官司，输了体面。一段13年的感情，最后以法庭对峙收场，不得不说是巨大的悲哀。于文凤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在这段感情里付出了青春和事业，最后却什么都没得到，而周星驰依然是那个孤独的天才，身边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走进他的内心。4段感情，4种结局，但共同点都是错过。罗慧娟是错过了一生挚爱，朱茵是错过了公开承认，莫文蔚是错过了性格磨合，于文凤是错过了婚姻承诺。周星驰在电影里说了很多关于爱情的台词，但现实生活中，他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去爱。第5部分，天才的孤独。先说说片场暴君和合作伙伴反目这件事。吴孟达、黄金搭档合作了20多部影片，从赌圣到逃学威龙，从鹿鼎记到食神，两人几乎成了香港喜剧的代名词，但后期关系疏远。吴孟达曾经抱怨说，周星驰在片场非常严格，他说一不二，所有人都必须按照他的想法演。吴孟达去世前，两人已经多年没联系。吴孟达在最后一次公开谈到周星驰时说，我不知道他怎么了，我们曾经那么好，后来却变成了陌生人。这种从亲密到陌生的转变，是很多和周星驰合作过的人的共同经历。周星驰对电影的极致追求，让他无法容忍任何他认为不够好的表演，哪怕是吴孟达这样的老搭档也不行。王晶早期合作了赌圣、逃学威龙、鹿鼎记、九品芝麻官等经典，后来公开反目。王晶说周星驰太自我，很难合作，在电影创作中过于独断专行，很少考虑其他人的感受。王晶后来还拍了一部超级学校霸王，据说就是在讽刺周星驰。两人反目后，王晶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周星驰，说他眼里只有钱，没有人情味。但王晶也不得不承认，周星驰是他合作过的最有才华的演员之一。这种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恰恰说明了周星驰的难以相处和不可替代。洪金宝担任过功夫的武术指导，因为创作理念分歧不欢而散。洪金宝吐槽说，周星驰太看重钱，不把人当人。具体冲突是，洪金宝希望按照传统武术电影的方式设计动作，但周星驰要求所有动作都要为喜剧效果服务，两人为此大吵一架，最后洪金宝愤而离开剧组。洪金宝后来回忆说，我拍了一辈子动作片，从来没见过这么难搞的导演，但功夫上映后，那些动作场面确实成了经典，说明周星驰的坚持是有道理的，只是方式让人难以接受。杜琪峰评价说，周星驰很有才华，但太坚持自己的想法，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杜琪峰和周星驰合作过济公拍摄期间，两人就有很多分歧。杜琪峰是出了名的强势导演，但在周星驰面前，他发现自己的意见根本不被采纳。后来杜琪峰说，和周星驰合作一次就够了，不是他不好，是太累了。苑琼丹就是16姐，在节目中表示跟周星驰不熟，看到他非常害怕。他说周星驰在片场非常严肃，很少跟大家交流。拍唐伯虎点秋香的时候，有一场戏他怎么演周星驰都不满意，反复拍了几十条，最后苑琼丹都快崩溃了。但正是这种对表演的极致要求，才让16姐这个角色成了经典。再说说向华强家族风波。2014年，一篇网络文章指周星驰忘恩负义，说他在向华强公司的时候受到很多照顾，但成名后却翻脸不认人。这篇文章引发向太陈岚强烈反弹，他公开炮轰周星驰，要求他还清白，
并掀起香港影坛大规模站队风波。向太在社交媒体上连发多篇长文，指责周星驰多项罪名，包括借钱不还、人品低劣等等。多名艺人被迫表态，有的支持向太，有的保持沉默。这件事对周星驰在香港娱乐圈的人脉造成了深远影响，很多曾经的朋友选择了站队，而不是站他。周星驰对此的回应很少，只是通过律师发了一份声明，之后就不再回应。这种沉默可能是他觉得解释无用，也可能是他根本不在乎。但从那以后，他在香港拍电影越来越困难，很多资源都想远离他。天才往往是孤独的，因为普通人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理解不了他们的执着。周星驰的孤独是他自己选择的，也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他得到了事业的巅峰，却失去了人情的温暖。第6部分，周星驰的商业版图和社会身份。公司方面，1989年他成立了星伟有限公司，这是他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公司，开始尝试掌控自己的商业命运。1996年创立星辉电影公司，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只是演员，而是老板。星辉公司出品了《食神》《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功夫》等经典作品，是周星驰创作生涯最重要的平台。2010年出任上市公司比高集团执行董事，这意味着他正式进入了资本市场，从一个电影人变成了企业家。房产方面，他手握香港太平山多座豪宅，被称为豪宅收藏家。太平山是香港最顶级的豪宅区，能在这里拥有多处物业，说明他的财富积累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据说他名下最值钱的一处豪宅，市值超过10亿港元。这些房产不仅是居住用途，更是投资工具。周星驰在房地产投资上的眼光得益于余文凤当年的专业建议。政治身份方面，他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关注文化政策与青年创业。作为政协委员，他多次提案关注电影产业发展和青年创业扶持。虽然他在公开场合很少谈论政治，但他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显示，他对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有很深的思考。他曾经说过，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进入电影行业，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学术身份方面，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也是西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这个身份看似和电影无关，但其实反映了他在商业运营上的成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是国内顶尖的商学院，能聘请他做客座教授，说明学术界认可他的商业智慧。慈善方面，他多次低调捐款，非典期间曾匿名捐助教育及医疗项目。周星驰做慈善非常低调，很少在媒体上宣传，但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在汶川地震、非典疫情等重大灾害期间都有大额捐款。他不愿意公开这些事迹，可能是性格使然，也可能是他觉得做慈善是本分，不需要宣扬。从贫民窟的孩子到豪宅收藏家，从龙套演员到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周星驰的商业版图是他电影之外的另一部传奇。第7部分，喜剧之王的悲喜剧内核。周星驰的人生充满矛盾，他拍了一辈子喜剧，让千万人笑到流泪，自己却活成了孤傲的匠人。他用小人物逆袭的故事治愈众生，自己却在感情中屡屡错过。他开创了无厘头喜剧的王朝，却在晚年陷入片场暴君的争议与孤立的境地。他的喜剧哲学是什么？是解构。他解构了武侠，解构了警匪，解构了校园，解构了西游。在他的电影里，英雄不是高高在上的，警察不是正义凛然的，老师不是威严神圣的。他把一切神圣的东西拉下神坛，用底层视角重新审视这个世界。这种解构不是恶意的，而是带着悲悯的。他让小人物成为主角，让失败者获得尊严，让荒诞变成诗意。但他的悲剧内核是什么？是孤独。至尊宝戴上紧箍咒就不能爱紫霞。尹天仇坚持我是一个演员，却始终得不到认可。阿星想加入斧头帮，最后却成了武林高手。这些角色都在追求某种东西，但追求的过程充满了误解、错过和孤独。这其实就是周星驰自己的写照。他追求电影的完美，却失去了朋友；他追求事业的成功，却错过了爱情；他追求观众的笑声，自己却越来越沉默。正如他在《西游降魔篇》中借段小姐之口说出的那句迟来的告白：10000年太久，爱我就现在。这或许是他对罗慧娟，也是对所有错过的人生最无奈的补偿。这句话在电影里是对爱情的宣言，但在现实中，它更像是一句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因为周星驰已经64岁了，他错过了最好的年华，错过了最爱的人，错过了最该珍惜的时光。如今他带着功夫女足回归，能否重现功夫加足球的辉煌，7月11日见分晓。但无论这部电影的票房如何，
周星驰在华语电影史上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他是喜剧之王，是无厘头之父，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他的电影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他的台词被无数人引用，他的形象被无数人模仿。但在这所有的光环背后，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坐在监视器后面，一遍遍的要求重拍，一次次的追求不可能的完美。也许这就是天才的宿命，得到了全世界，却失去了最平凡的幸福。周星驰用40年告诉我们，喜剧的最高境界是悲剧，而人生的最高境界，或许是学会在笑声中流泪，在孤独中前行。这就是周星驰，一个让我们笑了一辈子的男人，一个自己却没有笑过的天才。7月11号，让我们走进电影院，看功夫女足，也再看一次那个熟悉的周星驰，哪怕他这次只出现在片尾的字幕里。各位，今天我要讲的这部电影，在2026年上映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拍的是什么，没有预告片，没有路演，没有明星上综艺打广告，导演是个64岁的老头，已经15年没有正经拍过一部电影。但就是这么一部片子，官宣定档之后，5天之内预售票房破了3200万，首日排片 76.8%。 这个老头叫周星驰，这部电影叫《功夫女足》。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少林足球的续集吗？女足版。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后引发的第一个巨大争议，不是它好不好看，而是片中的那些女演员，她们到底还是不是正常人。事情要从电影开头说起。电影的第一个画面不是球场，不是功夫，而是一段手机录像，画面很晃，很明显是偷拍。深圳凌晨3点，一所废弃中学的烂泥球场，一群女孩在踢球，没有灯，只有月光。然后录像里的人突然压低声音说，你们看中间那个，她要飞了。镜头对准一个穿红色背心的女孩，她带球突破，面前有3个人防守，她没有变相，没有假动作，而是直接起跳，不是那种正常的起跳，她的身体在空中停滞了将近2秒，脚尖勾球，从3名防守队员头顶越过，落地射门，球进了。但录像到这里突然中断，画面变成雪花点，然后跳出一行字，本视频经专家鉴定，无任何后期特效处理。这是电影开场前30秒，没有配乐，没有台词，只有这段诡异的录像和一行字，然后黑屏出片名《功夫女足》。接着电影正式进入叙事，时间回到2023年6月22日，周星驰饰演的角色，注意，不是演员周星驰，是电影里一个戴鸭舌帽的中年男人，姓周，是个过气的电影导演，正在峨眉山的一座破道观里喝茶。他面前坐着一个男人，叫徐峰。徐峰曾经是中国职业联赛最耀眼的新星，10年前因为一场禁药疑云被终身禁赛，但电影在这里给了一个细节，徐峰当年根本没有吃药，他使用了一套古法训练，被国际足联认定为非正规训练手段。那套方法来自峨眉山。周导演喝了一口茶，说，我想拍一部电影，关于一群被这个世界判定为不合格的女人。徐峰问，怎么拍？周导演从包里掏出一份报纸，头版标题是中国基层女足生存报告，月收入不足5000，退役后无保障，70%球员自筹手术费。徐峰看完沉默了很久，说，你找错人了，我已经10年没碰过足球。周导演指着报纸角落里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在武术馆擦地板的女孩，穿着省队的旧球衣。他说，这个女孩昨天在业余联赛里进了7个球，但她3年前因为膝盖重伤被省队开除了，现在她在武术馆当保洁，月薪2800。徐峰盯着那张照片，手在抖，因为那个女孩是他当年在省队当助教时亲手带过的弟子。他当年离开的时候答应过他，等你伤好了，我回来接你，但他没有回来，他躲进了峨眉山。周导演站起身，走到门口，背对着徐峰说，我要拍的不是足球电影，也不是功夫电影，我要拍的是，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标准，那群不符合标准的人要怎么办？徐峰没有立刻答应。电影在这里切了一个远景，峨眉山的云海，道观的破瓦，一只乌鸦从屋顶飞过。3个月后，深圳，一场堪称行为艺术的海选，2万余人报名，要求只有5个词，天资聪颖，体能出众，品行端正，美丽自然，国籍不限。但有一条特别注明，P 图造假者绝不录用。电影用了一段快速剪辑来展现海选过程，有练芭蕾的，有练跆拳道的，有职业球员，有网红主播。但徐峰坐在评委席上一言不发，直到一个贵州女孩上场。这个女孩叫阿秀，19岁，皮肤黝黑，
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他没有任何表演经验，自我介绍的时候紧张的一直在抠手指，但当他开始展示球技时，徐峰坐直了。阿秀带球绕桩，速度不快，但每一个触球都极轻，仿佛球粘在他脚上。更诡异的是，他绕桩的时候，身体重心几乎没有任何偏移，就像飘过去一样。徐峰突然问：“你这身法跟谁学的？”阿秀说：“没人教，我自己在山上踢野球练的。我们寨子里有个老阿婆，以前是峨眉山上下来的，她教我怎么走路省力气。”徐峰当场拍板。接下来，电影陆续介绍了其他核心队员。张小斐饰演的双双是队长，他曾经是省队的主力中场，因为拒绝教练的特殊要求被雪藏，后来膝盖受伤，直接开除。他来到海选现场的时候，剪掉了留了5年的长发，穿着一身旧运动服，背着一个缝补过的双肩包。他的试镜内容不是踢球，而是打架。3个工作人员假扮流氓骚扰他，他用了不到10秒，把3个人全部放倒，用的全是足球里的卡位和铲球动作。迪丽热巴饰演的玉龙是前锋，他原本是横店的一个5行替身，专门替女演员做高危动作。他来的原因很直接，上个月他替一个女演员从3楼跳下来，摔断了3根肋骨，剧组只给了他2000块营养费，还说替身不就是干这个的。他展示的动作是在没有助跑的情况下原地起跳，用脚尖勾住3米高的横梁，做一个引体向上，然后松手落地，稳稳站住，全场寂静。还有彝族守门员阿一，是前女足国门赵丽娜从基层青训营挖来的，她不会说普通话，自我介绍只有3个字：我守门。然后他让10个工作人员在禁区外轮流射门，他扑出了9个，第10个球他故意没扑，因为射门的那个工作人员是他同村的表哥，他给他留了个面子，最终选出了10余人，他们组成的球队叫峨眉队。注意，不是少林队，是峨眉队。这里电影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周导演在组队发布会上解释，少林功夫是硬桥硬马，是男性的暴力美学，但我要拍的是一种更隐秘、更柔韧的力量。峨眉派才是中国武术里真正属于女性的流派，但媒体不买账。有记者直接提问，周导，您是不是因为少林商标的版权问题才被迫改成峨眉的？周导演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但电影给了一个特写，他口袋里有一份文件，标题是少林寺商标使用授权协议，状态栏写着拒绝。球队成立之后，第一个训练场地就是深圳那所废弃中学的烂泥地。电影在这里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展现训练的残酷。徐峰的训练方法完全违背现代体育科学。第一天，他没有让他们踢球，而是让他们站桩，双脚与肩同宽，膝盖微曲，双手抱圆放在胸前，一站就是4个小时。有女孩当场崩溃，说我是来踢球的，不是来修仙的。徐峰说，你们连站都站不稳，踢什么球？足球的本质不是跑，是停，停得住才能发得出力。第二天负重跑，但不是背沙袋，而是背人，2个人一组，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在烂泥地里跑10圈。背人的那个要学会调整重心，让背上的人感觉不到颠簸，背的那个要学会在晃动中保持平衡。徐峰说，这叫听劲。你们以后在球场上不是要追球，是要听到球想往哪儿走。第3天开始变态了，许峰搬来一口大缸，里面装满水，他让玉龙站在缸沿上，单脚站立，另一只脚颠球，缸沿只有3厘米宽，晃一下就摔进水里。玉龙摔了37次，终于在第38次站稳了，颠了10个球。许峰说，峨眉功夫的根基叫平衡，不是身体的平衡，是心理的平衡。你心里慌了，身体就歪了。每晚训练结束后，徐峰会单独叫每个队员去一间小黑屋，屋里没有灯，只有一支香。徐峰让队员盘腿坐下，闭上眼睛，然后他突然从各个方向扔球，要求队员不能睁眼，只能凭声音判断球的方向，用身体去赢球，而不是躲球。阿姨第一次进小黑屋的时候，被球砸了满脸，但她没有哭，只是摸了摸脸说再来。1个月后，他能闭眼接住徐峰从背后扔来的球，2个月后，他能同时接住2个球，3个月后，徐峰开始同时扔3个球，他接不住了，但他能听出哪个球是直冲他来的，哪个球是虚晃一枪。这就是峨眉古法的核心，不是让眼睛变快，是让耳朵变灵，让身体的本能快过大脑的反应。然而，训练的残酷只是第1层困境，第2层困境是生存。电影用了一段纪录片式的旁白，配合真实的基层女足新闻画面，中国绝大多数女足运动员月收入不足5000元，
退役后没有保障，伤病手术费要自筹。峨眉队的队员没有工资，没有赞助，住在深圳郊区的一个废弃仓库里，睡大通铺，吃盒饭。阿秀每天晚上偷偷给家里打电话，他妈在电话里哭，你回来吧，你爸给你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愿意出18万彩礼。阿秀咬着嘴唇说，妈，我再踢半年，半年不行，我就回去嫁人。转机出现在3个月后，女足亚冠至尊无敌杯开始报名。峨眉队以业余球队的身份从资格赛打起，第一场比赛对手是韩国职业俱乐部梯队。电影在这里展现了功夫足球在职业体系面前的脆弱。开场10分钟，韩国队的逼抢速度就让峨眉队喘不过气，他们的听劲完全施展不开，对方根本不给你听的时间，球一到脚，2个人就夹上来，球丢了。上半场0-3，下半场韩国队放慢了节奏，开始戏耍他们。一个韩国前锋在禁区前沿连续颠球，挑衅意味十足。玉龙试图用缠丝镜贴身卡位，被对方一个假动作晃倒，球从人缝中塞入。0-4，中场前韩国队再进一球。0-5，赛后更衣室离死一般寂静，网络上炸开了锅。热搜第一是周星驰拍了个什么玩意儿，评论区全是嘲讽，这到底是足球还是马戏？建议改名功夫马戏团。但徐峰在赛后发布会上只说了一句话，下一场你们会看到一个不同的峨眉队。第二场对手是泰国队，泰国队的风格是技术流，传球多，跑动少，节奏慢，这正是峨眉队喜欢的节奏。开场第15分钟，阿秀在中场接球，他没有看人，只是听到了左边有空当，脚腕一抖，球穿过3名防守队员的缝隙，精准落到玉龙脚下。玉龙没有停球，直接起脚，球滑出一道诡异的弧线，绕过守门员，坠入死角。1-0。那记球的轨迹后来被媒体称为北斗七星相交球，因为球在空中变向7次，恰好对应北斗七星的方位。运动专家分析录像后表示，这种轨迹在理论上需要极高的旋转速度和精确的力度控制，职业球员都很难复制，更别说一个业余5行替身。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下半场第70分钟，泰国队获得单刀机会，阿一气门出击，他没有扑球，而是在禁区外3米处做了一个类似懒雀尾的动作，双手粘住了对方前锋的脚腕，顺势一卸，前锋失去重心摔倒。裁判没有吹犯规，因为动作看起来只是正常的身体接触。这场比赛峨眉队3-0获胜，但争议开始了。有运动医学博主分析比赛录像，发现峨眉队球员的心率在比赛最后10分钟反而下降，从每分钟160次降到了110次，而正常球员在体能极限时心率应该持续上升。更离奇的是，他们的肌肉乳酸堆积速度远低于常人。第3场、第4场、第5场，峨眉队一路高歌猛进，杀入8强、4强，每一场比赛他们都踢得越来越不正常，传球像被计算过一样精准，守门员能在射门前1秒预判方向，玉龙的任意球越踢越离谱，有时甚至从球门横梁上方绕半圈再下坠入网。媒体开始分裂，一派认为他们是东方神秘力量的代表，另一派坚称他们使用了某种未被检测出的科技或药物。国际足联的关注名单上，峨眉队被标红。然而就在半决赛前，球队内部爆发了最严重的危机。核心中场，一个从海选脱颖而出的北京女孩，突然留下一封辞职信，不辞而别，信里只有一句话，我不想再当怪物。她去了对手俱乐部，接受了7位数的转会费。尽管业余球员本不该有转会费，但对方俱乐部宁愿违规也要挖走他，因为他知道峨眉队所有的战术秘密。几乎是同时，徐峰10年前的禁赛丑闻被对手俱乐部彻底曝光。当年他并非服用禁药，而是使用了一套被国际足联认定为非正规训练手段的峨眉古法。文件、证人，甚至当年被他治疗过的球员的证词全部涌向媒体，标题变成了功夫女足教练竟是竞赛骗子，古法训练时为伪科学，峨眉队成绩是否应被取消？球队内部裂痕显现，队长双双在训练场上当众质问徐峰，你带我们踢球到底是为了我们，还是为了证明你自己那套理论是对的？你当年离开我说是为了避风头，其实你是怕连累你自己的名声，现在你把我们练成这种怪物，然后看着我们被全世界骂，你满意了吗？徐峰没有回答，他只是从口袋里掏出那本手写的训练笔记，递给双双，然后转身离开。当晚他消失在峨眉山深处的道观里，再也没有出现。笔记的扉页写着，真功夫不骗人。
球队面临解散，没有教练，没有核心球员，没有赞助商愿意继续投钱。半决赛的对手是卫冕冠军日本樱花队，一支全部由规划球员组成，使用德国运动科技全方位监控的完美机器。他们的训练基地在德国，球员每天佩戴传感器训练，教练组根据实时数据调整每一个战术细节。双双在废弃仓库的屋顶上坐了一夜，天亮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打，不管有没有教练，不管对手是谁，打完这一场，给这半年的烂泥地训练一个交代。但他不知道的是，徐峰在离开前给彝族守门员阿一留下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一个字9。半决赛当天，球场座无虚席，日本樱花队的球迷占据了看台的2/3，他们举着科技必胜的横幅。峨眉队的球迷区只有可怜的一小块，但那块区域里坐着一群特殊的人，深圳那所废弃中学的保安，武术馆的老阿婆，横店的武行兄弟，贵州寨子里赶来的阿秀的家人。他们不懂足球，他们只是来看自家的孩子。开场哨响，樱花队没有试探，直接展开全场高位逼抢。他们的跑动数据被实时传输到场边德国教练的平板电脑上，每一次传球角度，每一次逼抢路线都经过赛前 AI 建模精确计算。峨眉队试图用太极推手原理卸球转身，但樱花队的上抢速度比训练时快了整整1倍，他们根本不给峨眉队听进的时间。第12分钟，樱花队前锋在禁区前沿连续变向，峨眉队中卫试图以缠丝镜贴身卡位，却被对方一个假动作晃倒，球从人缝中塞入，守门员阿一扑救不及，0-1。第28分钟，樱花队获得角球，他们没有起高球，而是打了一个战术配合，球传到大禁区弧顶，规划中场一脚贴地斩，球速达到每小时103公里。阿一第一次露出惊恐的表情，他预判对了方向，但球速超过了他听风辨位的极限，他指尖碰到了球，但球还是钻入网窝。0-2。整个上半场，峨眉队的传球成功率只有 41%， 功夫足球在樱花队精密的数据化打法面前，如同冷兵器撞上了自动步枪。中场休息时，更衣室离死一般寂静，双双的左膝旧伤开始渗液，他咬着牙用绷带缠紧，缠得太紧，小腿开始发紫。下半场即将开始，国际足联官员突然带着安保闯入更衣室，宣布接到10名举报，峨眉队涉嫌使用非人类训练手段，要求立即全员尿检。按照规定，药检期间球员不得离开指定区域，而下半场开赛时间仅剩18分钟。举报方提供的证据是一段训练视频，视频里玉龙在峨眉山集训期间，单手倒立在悬崖边，用脚尖连续颠球超过300次，身体悬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举报方声称这是经过基因改造或药物强化才能完成的动作。药检在更衣室隔壁的临时帐篷里进行，队员们排成一列，时间1分1秒流逝，场外的观众已经发现异常。下半场开球时间过了，峨眉队仍未出场，看台上开始骚动，樱花队球迷高呼作弊者滚出去，有人开始向场内扔水瓶。第17分钟，最后一份尿样封存，快检结果，所有指标正常，没有任何违禁物质，但血液样本显示出一个异常数据，红细胞携氧能力比常人高出近 30%， 神经反应速度达到职业运动员理论上的极限阈值，医学团队无法解释。组委会官员当场宣布，由于无法判定是否违规，下半场可以照常进行，但峨眉队必须在全场医学监控下完成比赛，任何异常生理数据波动都将导致当场判负。同时，如果最终实验室报告发现问题，峨眉队所有成绩取消，全球终身禁赛。双双在走出帐篷前，回头看了徐峰留下的那本训练笔记，他翻到最后一页，发现有一行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字，墨迹很新，显然是徐峰离开前偷偷加上的。绝境时弃7星，用9星。双双在入场前临时改变战术，将北斗7星阵改为9星连珠阵，原本7人进攻3人防守，现在变为9人全部压过半场，只留阿一1人镇守。这是一个自杀式阵型，一旦丢球就是单刀。樱花队教练看到阵型调整，冷笑一声，示意队员继续高位压迫，利用速度打身后。第58分钟，奇迹发生，峨眉队9人在前场以9攻8挂的跑位不断穿插，樱花队的 AI 建模首次出现误判，系统无法识别这种没有固定传球路线，完全依靠气机感应的跑动模式。阿秀在中场接球，他没有看人，只是听到了左侧有空当，脚弯一抖，球穿过2名防守队员的缝隙，精准落到玉龙脚下。玉龙没有停球，
直接以峨眉12路弹腿的腾空蹬动作将球抽向远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违背空气动力学的弧线，绕过守门员坠入死角，1-2。但进球的同时，玉龙落地时脚踝严重扭伤，他躺在地上却死死盯着球门，确认球过线后才昏过去。队医冲进场，玉龙被担架抬出，他抓着双双的手，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队长，我数过了他们右后卫的转身，比左后卫慢 0.3 秒。第71分钟，樱花队发动快速反击，峨眉队后场空虚，对方前锋已经形成单刀，阿一气门出击，在禁区外3米处，他以懒雀尾的太极手法，不是扑球，而是用双手粘住了对方前锋的脚腕，顺势一卸，前锋失去重心摔倒，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阿一被罚下。峨眉队没有替补守门员了，双双做出一个疯狂的决定，他自己穿上守门员球衣，站在球门前，但他不是守门员出身，他的膝盖已经肿得像馒头。樱花队获得禁区前沿直接任意球，主罚者正是上半场进球的规划中场，全场死寂。双双站在人墙后面，闭上眼睛，他不是在祈祷，他是在回忆徐峰笔记里的一句话：守门不是挡球，是让球自己不想进去。任意球开出，球绕过人墙，直奔死角，双双没有移动，他只是做了一个云手的起势，球在即将越过门线的一瞬间突然下坠，砸在门梁下沿，弹回场内，全场哗然。运动轨迹专家后来分析，那记任意球的旋转在接近球门时发生了诡异的衰减，仿佛被某种气流干扰，但现场没有任何风。第89分钟，峨眉队获得前场任意球，距离球门28米，角度极偏，这个位置常规战术根本无法直接射门。替补上场的前5行替身女孩主动请缨，她深吸一口气，助跑起脚，球没有飞向球门，而是击中了人墙中樱花队队长的面部，球折射变向，守门员视线被挡，等反应过来时，球已经滚入网窝。2-2，绝平。加时赛第113分钟，樱花队体能下降， AI 系统报警提示多名球员心率过载，峨眉队却越战越勇，他们的心率始终稳定在每分钟110次左右，呼吸绵长。双双在中场断球，他没有传球，而是带球连续变向，以蛇形缠丝的步伐晃过3名防守队员，在禁区前沿，他看到樱花队右后卫转身，确实比左后卫慢了 0.3 秒，就是玉龙用一条脚踝换来的情报。双双将球塞向那个0.3秒的空隙，替补前锋拍马赶到，推射远角。3-2，绝杀。中场哨响，双双跪在地上，撕开膝盖上的绷带，鲜血已经浸透护腿板，他没有哭，只是对着直播镜头说，下一关更难。半决赛结束后24小时，决赛开打。组委会在赛前发布会上宣布一项临时决议，鉴于半决赛的争议，决赛将启用双轨监控，除了常规 VAR， 还增加了实时血液指标监测和脑电波波动检测。任何球员在触球瞬间若出现异常生理峰值，该次进攻将被判无效，并记一次技术犯规。这几乎是为峨眉队量身定做的绞索。徐峰的古法训练本质上是让球员进入一种胎息状态，呼吸急缓，心率下降，肌肉效率最大化。但在现代医学仪器看来，这种状态就是异常。更雪上加霜的是，玉龙脚踝韧带撕裂，确认无法出场。双双的左膝被诊断为半月板3级损伤，医生建议立即手术。他选择打封闭上场。决赛对手东道主美国队，一支由前奥运选手组成的超级劲旅，他们的优势是纯粹的身体，平均身高高出峨眉队8厘米，冲刺速度更快，对抗更凶狠，而且他们携带了全套德国运动科技，每个球员贴身佩戴传感器，教练组实时接收肌肉疲劳度、血糖水平、神经反应延迟等数据，随时调整战术。第8分钟，美国队利用身体优势，边路传中，头球破门，1-0。峨眉队试图用听进卡位，但美国队根本不给你贴身的机会，直接空中碾压。第23分钟，美国队中场断球，直接远射，球速达到每小时112公里。双双作为临时守门员，预判对了方向，但膝盖无法支撑他完成扑救动作，球从指尖飞入，2-0。整个上半场，峨眉队被压制的喘不过气。美国队的战术极其简单，不给峨眉队任何近身听进的机会，全部使用长传冲吊和远射，用绝对力量和速度碾碎一切技巧。实时监测数据显示，峨眉队多名球员的异常指标不断闪烁，但尚未达到判无效的阈值。中场休息时，双双召集全队，
没讲战术，而是让大家说最初来球队的原因。阿秀不想回寨子嫁人，保洁前锋想证明省队看走眼，武行替身想光明正大的受伤。最后双双说，徐教练留下真功夫不骗人，他们没吃药没改造，只是多练了10年，要按世界认的标准打到别人服气。下半场开场，双双做出一个让全场解说员失语的调整，守门员前压至中场线，成为9星连珠阵的北极星。场边的医学监测仪立刻发出尖锐警报，双双的心率在那一刻骤降到每分钟52次，脑电波呈现深度冥想状态。组委会官员站起来，手已经伸向判无效的按钮，但就在那一瞬间，美国队发动了反击，他们的长传直接越过中场，找身后空当，双双没有回追，他站在中场线做了一个云手的起势，他没有触球，只是改变了站位。美国队前锋在接球瞬间发现传球路线被双双的站位封死，被迫减速调整，这是古法中的气机封堵，不是追求，而是赌气。美国队的 AI 系统第一次出现 0.5 秒的延迟，因为它无法计算一个没有触球动作的防守行为。第67分钟，峨眉队扳回一球，武行替身在前场拼抢时，以一个铁山靠的肩撞动作顶开美国队中卫，这个动作在裁判看来只是正常身体对抗，随即抽射破门，1-2。但进球后，武行替身的右臂明显变形，他脱臼了，他没有下场，只是让队医把手臂吊在胸前，继续用一只脚踢球。第81分钟，美国队再次发动长传冲吊，双双被迫出击到禁区外头球解围，落地时左膝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脆响，他倒在地上，双手抱膝，全身颤抖。队医冲进场，双双却推开他们，用右脚单腿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回球门。监测仪上，他的心率飙升到每分钟180次，脑电波混乱。组委会官员再次准备按下判负按钮，但就在此时，双双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开始用一种奇特的节奏呼吸，3秒吸气，7秒屏息，3秒呼气。30秒后，他的心率奇迹般的回落到每分钟68次，脑电波恢复平稳。官员的手停在了半空，他们从未见过人类能在剧痛中主动调控生理指标。比赛进入最后1分钟，比分仍是1-2。峨眉队获得前场任意球，距离球门35米，几乎垂直于球门。这个位置，常规战术根本无法直接射门。双双站在球前，他的左膝已经废掉，右臂吊着绷带，脸上没有表情。全场观众起立，有人开始倒数，他助跑，不是朝向球门，而是横向移动3步。美国队人墙以为他要传中，集体向左侧偏移，但双双突然以左脚为轴，身体旋转270度，右脚被抽出一记倒挂金钩。这不是射门，而是传球，球以极高的弧线越过人墙，坠向球门后点。球门后点，一个身影腾空而起，是阿一。半决赛被罚下红牌的他本应停赛，但组委会在赛前发现红牌记录有误，他在决赛第75分钟被允许替补登场，打的是前锋位置。阿一在空中以燕子超水的姿态，用额头将球砸向球门，美国队守门员扑救不及，球击中横梁下沿，弹入球网，2-2，绝平。但进球的瞬间 ，VR 介入，画面显示阿一起跳时，他的脚尖似乎超出了最后一名防守队员的平行线，疑似越位，而且监测仪显示阿一在触球瞬间的心率仅为每分钟48次，脑电波呈现深度异常状态。组委会陷入两难，如果判越位，进球无效；如果判异常，进球无效。全场大屏幕反复播放那个0.1秒的越位瞬间，角度模糊，无法100%确认，时间仿佛凝固。美国队球员已经开始庆祝胜利，峨眉队队员围成一圈，手拉着手，双双站在中圈。他没有看大屏幕，只是看着阿一。阿一不会说普通话，他只是对着双双做了一个手势，那是他们在烂泥地训练时发明的暗号，意思是我数过步子了，没有越。主裁判走向场边，耳机里传来 EVR 是和组委会的双重指令，他举起手臂，全场10万人的呼吸停止，手臂指向中圈，进球有效，2-2。比赛进入加时，但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加时赛第118分钟，美国队获得点球，原因是双双在禁区内扑救时，膝盖无法支撑身体，倒地时手臂张开，球击中他的手臂，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点球。美国队队长主罚，他助跑射门，球飞向球门右侧，双双扑对了方向，但他的左膝完全无法发力，身体只移动了不到半米，他绝望地看着球飞向死角。
就在球即将过线的一瞬间，阿一从球门另一侧飞身赶到，以一个舍身状的动作，用整个身体将球挡在门线前，球弹出，双双用最后的力气爬过去，将球压在身下。阿一倒在门线内，昏迷不醒。监测仪显示他的心率在那一刻骤降到每分钟38次，然后是一条直线。队医冲进场实施心肺复苏，全场观众起立鼓掌。组委会官员看着那条直线，沉默良久，最终没有按下任何按钮，点球没有重罚。因为根据规则，如果防守队员在门线前用非手臂部位挡出必进球，且因此受伤，裁判有权根据保护运动员生命安全原则取消点球。这个解释牵强，但没有人反对。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前5轮双方各进4球，打平。第6轮，美国队队长再次主罚，球击中门柱弹出。峨眉队最后一个出场的是双双，他拖着废掉的左膝，一步一步走向点球点。他没有看守门员，只是看着球门右上角的横梁，那里刻着一行小字，那是他们在烂泥的训练时用指甲抠上去的，真功夫，不骗人。他助跑，射门，球划出一道违背物理常识的弧线，不是香蕉球，而是北斗七星球。球的轨迹在空中连续变向7次，守门员每次移动都被骗过重心，最终球从守门员腋下钻入网窝。6-5，峨眉队夺冠。但双双在射门后，左膝彻底断裂，他向前扑倒，在球入网窝的同时，人也昏倒在点球点上。颁奖礼上，全场等待峨眉队举起至尊无敌杯，但队长双双接过奖杯后，却将它放在了地上。他对着直播镜头说，这个奖杯我们暂时不拿，我们要组委会答应一件事，修改亚足联章程，设立传统武术融合训练的独立认证体系，让基层那些没有德国科技、没有规划球员，甚至没有正规场地的女孩，也能被承认是正规运动员。全场静默，随后观众席爆发出长达3分钟的掌声。电影的最后没有传统的夺冠狂欢，镜头切回深圳那所废弃中学，新的女孩陆续到来，她们看着墙上那幅手绘的战术板，那是徐峰留下的北斗七星阵。最后一个镜头是周导演，那个戴鸭舌帽的中年男人坐在片场监视器后面，看着这群女孩在烂泥地里踢球，嘴角露出25年来最真诚的一次笑容。片尾字幕升起，没有彩蛋，只有一行字，献给所有不被标准定义的人。然后画面闪回2001年少林足球中吴孟达饰演的黄金右脚的特写，那句经典台词以画外音形式响起，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但这一次画面上的字幕做了修改，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但就算做咸鱼，也要做一条会功夫的咸鱼。电影结束，各位，这就是功夫女足。它表面上讲的是一个功夫加足球的猎奇故事，但骨子里它讲的是一群被标准排除在外的人如何用被遗忘的智慧重新定义规则。那些看似非人类的表现，不过是古老身体哲学与现代竞技的一次对话，而真正的转折不是赢球，而是双双放下奖杯的那一刻，他们从被观看的奇观变成了制定规则的人。这部电影值得你看2遍，第一遍看功夫和足球，第2遍看那些女孩眼睛里的东西，那东西叫不认命。